折腰自开播以来，凭借高能权谋、虐恋纠葛和全员演技派的热议，成为2025年古装剧市场的黑马。剧中以魏少为核心的男性角色命运跌宕起伏，他们背负家族恩怨、权谋野心与情感挣扎，最终走向截然不同的结局。随着故事的发展，这部剧越来越多人物出现，魏少和乔蛮这两位先婚后爱、原本有诸世仇的两人却走到了一起。不仅如此，魏少和乔蛮如今也是越来越默契了，开始为彼此着想。本来乔蛮这个仇人之女嫁到魏家是备受欺凌的，但好在乔蛮善于心机，每次都能扭转局势。魏少作为全剧核心男主，魏少的成长线堪称美强惨天花板。幼年目睹父兄惨死，家族被屠城，他被迫在仇恨中成长，为铁血枭雄。剧中魏少不仅要应对乔家的阳谋算计，还要平衡家族内部旁支的压迫，甚至面对母亲的毒汤暗害。与乔家联姻后，他对仇人之女小乔从猜忌到深爱，却始终被家族夙愿撕裂。魏少娶她不过是缓兵之计，这位其实早就做好了食言的准备，甚至后面靠着铁血手段拿下了盘邑。魏少深知他为乔家谋算，而他也深知魏少的为人。乔蛮在魏家过得小心翼翼，如履薄冰，和魏少经历了很多事情，靠着自己委屈巴巴的演技以及不俗的心机，他和魏少走到一起。两人经历几次危机，乔蛮逐渐认识到了魏少藏得极深的那一面，而魏少也逐渐爱上了乔蛮。虽然两家是世仇，10几年的仇恨，两代人的仇怨隔阂着夫妻情感，但是乔蛮还是用自己的所作所为化解了两个家族的仇恨。魏家遭遇危难，魏少无法赶回，乔蛮这么一个弱女子却站出来誓死守城，直到后面魏少赶回就下了他，而他也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征服了魏氏和魏少的心。魏少最终放下执念，与小乔携手化解家族矛盾，共同守护百姓安宁。魏衍作为魏少的族弟，魏衍表面风流倜傥，实则深藏野心。剧中他既是魏少的得力助手，又是家族权斗的潜在挑战者。面对魏家主织的衰落，他一度试图拉拢旁支势力，甚至与反派苏娥黄暗通款曲。原著中魏衍并非核心角色，但剧版赋予其更复杂的权谋线。魏衍是魏家养大的，徐老太夫人对他可以说视为自己的亲孙子，比对魏少还要好。这位使君在魏国的地位很不一般，原著中他的母亲，也就是徐太夫人的女儿，年少时被匈奴人强行掳走，与匈奴人逐日王乌朱区一起生活了3年，怀上了魏衍。后来被魏家人找回来之后，生下了魏衍。魏家人对外声称他是一个家奴的儿子，身份低贱，但事实上一直瞒着这件事。剧中他是边州州牧陈祥的二叔的儿子，如今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份，而且这次回到魏国是有着自己的目的的，那就是拆散乔魏联盟。魏家允许他活下来，徐太夫人对他很好，没想到这位居然还如此的却是白眼狼，甚至这位还调戏自己弟弟的媳妇，这也就罢了，这位更过分的事情在后面，与魏少的旧情人苏娥黄勾结，企图破坏魏少与小乔的关系，以图掌控魏家大权，拆散乔魏联盟。后来被魏少发现了，对魏少愧疚至极，不过这位应该是真的爱上了乔蛮，又争不过魏少，后面去了边州，和魏少为敌，争夺天下。结合杀青特辑中他与苏娥黄的眼神交锋，推测其可能因野心膨胀走向背叛，最终在家族存亡之际幡然醒悟，为护魏少惨死。李肃，李肃是贯穿全剧的仇恨源头，当年屠城导致魏乔两族结怨，作为纯粹的反派，他向止乱世中毫无底线的杀戮欲望。剧中他多次设计离间魏少与小乔，甚至联合外敌围攻城池，将权谋之争推向高潮。李肃的结局注定惨烈，原著中他被魏少亲手诛杀，剧版则通过攻城战大场面强化其覆灭的戏剧性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的死亡不仅是魏少复仇的终点，更成为推动魏乔两家和解的关键。百姓的苦难让魏少意识到，和平远比仇恨更重要。刘演，刘演是身份其实是梁牙国君侯长子，原著里面这位其实还是小乔前世的丈夫，今世的未婚夫，在他13岁时被送到了乔家长大，其舅母是乔蛮的姑姑，严格意义上来说和乔蛮没有血缘关系，两人还差点成亲，只是因为乔氏示威，魏国崛起，
所以琅琊国怠慢。他嘴上说是乔瞒为珍宝，但事实上并不是，更大的原因其实还是为了权力。乔家把他养大，这位却恩将仇报，趁火打劫。在魏少虎视眈眈燕州的时候，这位送来的彩礼颇有几分羞辱乔家的意思。而后面乔蛮代替姐姐嫁给了魏少，被赶出新都的时候，小乔被他抓住，而这位是一个心狠手辣之辈，明着是要保护小乔，实则是为了得到盘弈。最终魏少拿下了盘弈，他只能仓皇逃窜。不过这位后面依旧是何不知悔改，嘴上说多么的爱小乔，但事实上爱的是权力。为了拆散乔魏联盟，这位知道对乔蛮和魏少讨不了好，于是他设计乔蛮的伯父背叛魏少，如此一来自然是可以拆散乔魏联盟。乔蛮百般算计却抵不过他的狠辣，魏少差点因此灭了乔家。但好在后面乔蛮设局转圜，后面刘演在与魏少争夺天下，可惜这位空有狠辣却没有实力，最终被魏少杀死。小乔作为魏少的正妻，小乔的婚姻始于家族利益的牺牲，她以乔家庶女身份替嫁，背负化解两族百年恩怨的使命，却在步步惊心的魏家内宅中以智慧与格局破局。剧中她既需应对婆婆朱夫人的苛责，又要抵御苏娥皇的阴谋，甚至被魏少推至纳妾风波的漩涡中心。小乔最终以攻心魏上的策略征服魏家，他借祖母徐夫人之力化解纳妾危机，又以死守城池的壮举赢得魏少与百姓的信任。剧版强化了他外柔内刚的特质，如巧妙利用超经传递资讯，以退魏晋化解矛盾等细节，最终与魏少携手平定乱世，成为守护和平的贤后。大乔本是乔家嫡女，原定与魏少联姻，却因与平民比之相恋而陷入两难。剧中他为保全家族主动放弃私奔，最终在妹妹小乔的助力下挣脱枷锁，与爱人远走天涯。但他的幸福始终笼罩悲剧阴影。原著中他因苏娥皇陷害早逝，剧版则改写成隐姓埋名，远离纷争的开放式结局。郑楚玉是朱夫人的外甥女，也是魏少的表妹，父母双亡，打小就寄养在魏家。朱夫人对她非常的喜欢，甚至比对自己的儿子魏少都要上心，忘记了自己儿子的鞋的尺寸，却还记得郑楚玉的。朱夫人一心想要让郑楚玉给自己儿子做妾，事实上郑楚玉也愿意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他们两个是用尽了手段，甚至是不惜下药，最后都莫能成功。魏少和乔蛮是帮着朱夫人隐瞒的，还给了郑楚玉3天时间离开魏家。但是这件事被徐太夫人发现了，她雷霆震怒，郑楚玉被赶出了，并且被安排嫁给了别人。不过按照原著来看，这位死不悔改，魏家把他养大，这位却一心想着破坏乔魏联盟，甚至是针对乔蛮。后面郑楚玉嫁得并不好，丈夫玩腻了她，对她弃之如敝履。当然这也和她自己做以及眼高于顶有很大的关系。后面联合外人针对魏家，甚至是出卖魏国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白眼狼。原著中没有说他最后的结局如何，但剧版这位的结局大概率是惨死收场。苏娥皇作为魏少的初恋，苏娥皇曾是皇后梦的追逐者，她因贪慕权势抛弃落魄时的魏少，转嫁皇室贵胄，丈夫死后又企图以美色与阴谋重回权力中心。苏娥皇是一个十分有野心的女人，出身中山国宣平侯苏家，出生时满是异乡，方士卜卦称其有极贵之命。当然剧版这位说什么有牡丹命格，更是注定了辅佐中原之主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所以深得陈翔的宠爱，他也觊觎边州之主的位置。这位爱权力胜过爱情，而他年少的时候还曾经和魏少有过一段情。徐太夫人是他的姑祖母，和魏少算是有亲戚关系。魏少祖孙3代皆灭，成为魏侯之后一心想着复仇，而他陪伴过魏少度过这段痛苦的时光。但可惜魏家当时还没有崛起，无力争霸天下，于是这位转而嫁给了陈翔，抛弃了魏少，号称玉楼夫人。她这位边州的女君再度入魏国，是想要拆散乔魏联盟，当然也自忖魏少魏人，想要和他重修就好。不管是拆散乔魏联盟，还是和魏少重修就好，乔蛮都是他的敌人。只是这位算计不了乔蛮，却想着毒杀徐太夫人，因为徐太夫人知道他的心思。没想到的是最后事发了，魏少无法原谅他，他被割了鼻子，但是这位容貌被毁掉，竟然还能够继续蹦跶。苏娥皇戴上面具，别有一番风味，加上他名声在外，又找了一个枭雄，
嫁给了对方，和魏少再度争夺天下。为了报仇，他忽悠其攻打魏少，但是很可惜败给了魏少。魏少决战胜利后，苏娥皇因为鼓动而被迁怒，差点惨死，但他就是死不了的小强。他又投靠小乔的原定未婚夫刘演，成为了刘演的女人，继续和魏少、小乔作对。可惜刘演实力不行，最后他和苏娥皇一起被乱箭射杀，结局凄惨。折腰魏少的蜕变印证了以战止战的局限性，唯有放下执念，方能真正守护苍生。魏演的挣扎揭示了权谋游戏中人性的复杂，野心与忠诚往往一线之隔。李肃的覆灭则警示，暴虐终将反噬，和平才是乱世唯一的出路。小乔在家族与自我的夹缝中，以智慧重构规则，证明婚姻可以是权力博弈的战场，亦能成为救赎的桥梁。大乔逃离并非怯懦，而是对封建枷锁的无声反抗。他的选择为女性提供了另一种生存样本。苏娥皇沉溺权欲者终将迷失，婚姻若沦为野心的工具，只会走向自我毁灭的深渊。折腰以磅礴的叙事格局，将个人命运与家国情怀紧密交织。正如剧中魏少所言，我这一生为恨而生，却因爱而存。或许这才是折腰留给观众最深刻的答案。婚姻叙事跳出了宅斗雌竞的窠臼，以3位妻子的命运图谱，映射出乱世女性的挣扎与觉醒。小乔的逆袭，大乔的隐退，苏娥皇的覆灭，共同构成了一幅关于权力、爱情与生存的浮世绘。正如剧中台词所言，婚姻如棋局，执子者未必是男子，落子无悔方为胜者。